今天的文眼就在这里。如果你今天没有看到这边，你就白看了。杜拜它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大家笔记下来，它不用。如果今天你刚好想要看海外的工作机会，又或是未来想要去杜拜旅游，又或是纯粹想要关心我这个人的话，你今天千万不能错过这支影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mber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杜拜这个城市。没错，它是一个城市，不是一个国家。那谈到杜拜，很多人对它的感觉其实都不太一样。有些人觉得很棒，有些人觉得不是很喜欢。那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看法都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每个人在乎的点不太一样。就像有些人会喜欢纽约啊，有些人会喜欢西岸。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杜拜，让你自己去决定你对它到底是什么感觉。那谈到杜拜，大家就觉得中东是不是很多阿拉伯人？其实阿拉伯人当地人口只占了杜拜20%，其他80%都是外来的工作者。那大部分以印度、巴基斯坦、菲律宾等，还有很多欧洲人为大宗，台湾人只有400个。可想而知，就是会有很多各个不同的口音，所以你可能。往好处想，可能你英文如果还不是很好的话，那其实在这边也是可以存活的。根据2018年的统计，杜拜是全世界最多外籍工作者的一个城市哦。那几个刻板印象，第一个是想到中东，会不会就是那种电影看到那种沙漠啊、矮平房啊等等的？那其实不是，杜拜只会在比较外围的地方去看到那些矮平房，其实在市中心全部都是高楼大厦。全世界最高的哈利法塔就是在杜拜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刻板印象，杜拜就是沙漠，一定很干燥。其实杜拜它其实一点都不干燥，它超级潮湿，所以也很保水。说到杜拜，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外籍工作者要去杜拜呢？因为大家就要去淘金啦。那为什么去淘金呢？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国家。它有开采石油，所以他们有些地方就是非常有钱，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没有人才，所以他们很愿意砸这些钱去聘用外籍的人才。比如说我有几个朋友啊，他们的研究所啊就曾经来阿布达比去上课，那这些课程是不用钱的，还供吃住，然后他们的师资还是从 MIT 挖角过来的。那像敝校 NYU 他们也有在阿布达比设一个校区。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他们的这种概念。今天所有的数据就是来自于德意志银行所分析出来的一个报表。因为周边比较多朋友，不论去大中华地区啊，或是美国啊，或是其他地方，我会针对这些来做比较。那第一个就是工作薪资，这大概是大家最在乎的。以下是税后工作薪资城市排名，来咯。全世界第1名 San Francisco， 第2名瑞士苏黎世，第3名美国纽约，杜拜则是第14名。大家就觉得骗我吗？说杜拜薪资很高，大家来淘金，结果只排第14名，跟我开玩笑吗？但是大家要记得，第1名的旧金山是全世界科技的 hub， 第3名的纽约是全世界的金融一个枢纽，所以我会觉得他们平均拉高的薪资是非常合理的。这个东西应该要产业去比产业，因为我个人觉得杜拜它其实薪资的散布有一点太广了，就是它低的很低，但是高的又超爆高，所以只看平均还不是很公平。那我们现在就举例，以产业比产业为例，以我自身在的管顾业，就是我 post MBA 要学，就是现在 Adam 的工作，然后我们的公司因为它是一个 global company， 那我们就直接拿它来比较。毕斯如果以纽约、上海以及杜拜来比较的话，薪资来说，纽约的年薪大约是19.2万美金，在杜拜大约是18.2万，在上海大约是16万。淘金的部分是什么呢？现在就要来讲到今天影片最重点的地方，就是今天的文眼就在这里。如果你今天没有看到这边，你就白看了。杜拜它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大家笔记下来，它不用缴所得税，也就是说，你今天年薪多少钱，全部都放在自己的口袋。所以比起美国，比如说纽约的这个集聚大概要缴32%的税，然后在上海可能要缴19%的税，
那这些税后，其实上海跟纽约他们的薪资其实是差不多大概在13万左右，所以这一点是真的很吸引人，我不得不说。那大家当然不是只 care 薪水啊，当然还会 care 工时啊 work-life balance 啊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福利等等的。关于年假，以我们公司为例，杜拜年假25天，美国20，然后上海15。那工时怎么看呢？美国每周58小时，杜拜差不多每周60小时，上海大概每周62小时，台湾可能会再多一些，以管顾业来说。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 package 对我来说其实是还蛮好的。那当地物价我们等一下会谈。那我们先讲购买力，一样德意志报表它有说全世界购买力的排名，第1名依旧是 San Francisco， 那没办法 ，San Francisco 真的太赚钱了。那再来是一样是苏黎世，第3名是芝加哥，第4名就是杜拜了。我们的鼎鼎大名的纽约的购买力则是在15名。那大中华地区的香港啊、上海啊、北京分别是36、38跟39名。乍听之下，目前为止，杜拜是不是还蛮吸引人的呢？那我们当然也要看它的物价长什么样子嘛。我们会从食衣住行，然后不谈育，然后乐来跟大家分享。那谈到饮食的物价的部分呢，有一个大麦克指数来去看他们的物价水准。台湾的大麦克指数，一个大麦克以美金来说是2.44块。在香港，一个大麦克大概是2.64，到在上面一点，上海中国的部分是3.1块，然后再来到杜拜则是4.02，然后我们到美国的话，大麦克指数就高达了5.71，所以这样看起来，在台湾其实非常的幸福，因为一个大麦克非常的便宜，所以台湾人大麦克吃起来，这样会觉得哇，那杜拜感觉吃东西物价很高。的确，如果说以2个人出去吃一餐，如果是一个中等价位，就是不是随便外面小吃摊吃，也不是吃很高级的，2个人在台湾吃一餐正常价位的是800块台币的话，在杜拜的2个人则是要1900块。那感觉哇，杜拜吃东西好贵。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是，杜拜的食材它其实是比台湾还要便宜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杜拜愿意天天煮饭，跟你在台湾天天煮饭，反而你在杜拜天天煮饭花费还是比较少。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杜拜工作，又愿意天天煮饭，这真的是可以存到很多钱的哦。那还有一点就是在外面吃饭会不会担心说没办法适应当地的饮食？其实不会，因为其实各国的连锁品牌在杜拜都有。刚刚说了嘛，他们喜欢挖全世界各地的品牌。那举凡说 Shake Shack 啊、Jollibee 啊、Popeyes 啊，这些都我超爱。然后连鼎泰丰都有，所以基本上你是不会到没有东西吃。但我个人如果是在非连锁的部分，我个人其实还没有找到非常喜欢的店。这个部分的话，因为我有时候会很思乡啊，我会觉得纽约居住起来会比在杜拜起来，在饮食部分我会比较适应。那有一个基本常识，就是因为他们因为宗教的关系，上次提到嘛，就是周末是周5、周6，他们是穆斯林宗教，所以他们不能饮酒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外面只有在有酒牌的饭店或是 bar 才可以喝酒。所以如果你要在杜拜突然间你吃饭要配啤酒，或者是吃牛排要配红酒的话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，除非你是去饭店或是类酒吧的一个地方。那自己在家里现在是可以喝酒的。那如果你说要购买酒的话，其实是很难的，除非你有申请酒牌，然后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，或者是从机场买，而且每个人也有限额。那如果说喝啤酒，在外面点啤酒，如果在台湾外面点一罐，比如说台啤的话是台币65块的话，在杜拜差不多 local brand 的话，则是160块台币，所以在杜拜喝酒是很贵的哦。谈到逛街买衣服，那它的品牌其实是非常齐全的。我去了全世界很多地方，我觉得杜拜是我心中数1数2，就是全世界各国品牌最齐全的地方。但我个人非常不推荐在杜拜买精品，因为它的在这方面的关税其实是较高的。所以除非是方便为主，或是你钱真的不在意那些钱的话，其实杜拜无论是精品或是那种平价品牌，像 Zara、H&M 那一种都会比较贵。我会认为这些东西如果撇开欧洲不说的话，在美国是最便宜的，再来是台湾，再来是香港，再来是中国，再来才是杜拜。所以如果你是来观光的，那你可以先忍一下，或是去欧洲再买。那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住啦，关于住宿的话，房租的部分全世界排名前3名，大家猜看，
第1名当然是非我们的香港莫属啦，第2名 San Francisco， 第3名纽约。那杜拜的部分只有排在全世界第18名，上海则是全世界第24名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去杜拜旅游的话，我大概可以比较一下，就是如果带一个5星级但是又有景的一个房间的话，纽约住一晚如果是美金415块的话，香港大概是354美金，杜拜则是一晚美金339，然后上海则是美金一晚266。那关于治安的部分，其实在杜拜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女生，只是要来这里打拼的话，其实可以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它是全世界治安最良好的一个城市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宗教的关系，所以对于很多东西都罚非常重。像 COVID 期间，其实就是这种东西，他们 regulation 也很重，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城市里，大家都非常守规矩，所以我会觉得也比较安全的感觉。治安的部分，它第1名，香港则是全世界第4名，在纽约是第26名。然后 San Francisco 是第36名，然后上海好像就是排名在这之外。行的部分就是移动的话，他们这里有大众交通工具，但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开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的油价非常的便宜，它是台湾油价的1半，所以在这边你如果是观光啊，来这里叫 Uber 啊，或是打 Taxi 啊，这些都是非常便宜的，会比台湾还要便宜。那如果你是来这边工作的、生活的，你买车也会相较于台湾还会再便宜一些。那最后就是我们乐的地方，乐要讲什么呢？我今天着重分享开销的部分。在乐的方面，德意志银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哦，就是如果你 go on cheap day，cheap day 不是说很不怎么样，就是一个平常不太盛大但是正常的 day 的话，当然你来这边生活，当然也要去 day 嘛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一般约会开销，全世界的排名第6名，纽约市一次的 cheap day 大概是美金142.8块。那再来就是第9名的 San Francisco， 美金137.5块。第17名的香港，平均一次要花122块。再来就是21名的杜拜，每一次要花美金116.5块。再来才是39名的上海，平均一次只要美金68块。所以你是要去一个地方，你还是有一个 dating life， 这个也可以拿来当参考。我知道很重要。那还有一点呢，想要跟大家提到的是，它的通讯其实是会被管制的。就是说，平常虽然你可以用 Line 啊，用那些 WeChat 啊，跟你自己的朋友家人联络，但是这一些软体或是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这些软体是不能打视讯电话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要跟你的家人打电话，你要么是手机直接拨漫游，或者是用企业的通讯软体，例如说 Skype。例如说 Zoom 啊、Webex 这些等等等，所以这个是会一个小小比较麻烦的地方。最后补充一点，就是以季节来说，杜拜没错它是超热，它其实只有夏秋2季。那夏天平均温度大概是45到60度，所以其实在夏天你根本没有看到任何动物在街上，就是如果有看到动物，它们可能也快濒临死亡了，对。然后夏天大家都会躲在冷气房，而且他们冷气超爆冷，甚至要在室内穿长袖啊。这个部分我自己个人就会比较喜欢待在台湾。如果以气候来说，我个人会喜欢台湾跟 San Francisco 差不多，然后再大于纽约，因为我是喜欢四季分明的国家。虽然纽约冬天超爆冷，再大于杜拜，因为我真的有点怕热，而且它又不是那种很干燥的热。如果今天大家真的要去一个地方生活或是工作的话，我会觉得最主要最重要还是看你自己想要做怎么样的工作，找自己想要的工作。而且每个人在人生其实都是在不一样的阶段。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还没结婚，想要把自己的履历打亮，我会觉得杜拜是一个很不错的，因为它可能离欧洲也很近啊，然后又可以存到一点钱。但是如果你是想要稳定定居，然后生小孩成立家庭的话，我个人会比较觉得在大中华地区或者在美国会比较好。因为我个人是喜欢跟朋友跟家人比较近的一个地方，而且杜拜因为人都来来去去，所以其实你们的 bonding 不会这么深，而且也要看你自己的 lifestyle。如果你是很喜欢天天在那边 party 的啊，那你可能要去上海或是纽约这种地方。杜拜会相对比较没有灵魂，比较简单的一个城市。
那如果你是一个 introvert， 你喜欢自己独处，然后偶尔在外面去冲沙去看看风景啊，去探索一些不同的文化，那我会觉得杜拜会比较适合你。那今天就是分享到这里啦，希望你们对杜拜有更深一层的了解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问我。那今天就祝大家以后都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的环境的城市。Ciao。